当人们普遍地认为整个世界格局的调整正在加速，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加速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这次疫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们知道太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万能的。人们曾经以为再也没有边界了，我们现在有更快的速度，更快的积累，许多公司已经跳过了人们预设的底线，逐渐成为一些不可知的庞然大物，他们在带领我们改变这个世界。新的科技巨头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的能力，他们正在影响着青年，影响着整个社会。人们曾经认为我们在全球化，在互联网，在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内都在日新月异，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标准。1月23号，武汉封城了，一夜之间打破了人们对原先所有的预测。国与国之间政治争论在这一时刻变得不那么重要。现在大家是合起伙来，要完成人类繁衍的工作，甚至认为这次病菌将伴随着我们度过很漫长的阶段。应该来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那么整个世界70亿人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威胁，是这个威胁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们，因为它而带来的恐慌，加速了各个国家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有一些国家甚至认为，更多的威权才能够保障社会的安宁。其实这种思想正在挑战着原有的民主制度，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一刻放下了成见，就如同2战最艰难的时刻，美国向苏联伸出了援手。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被放下了。今天有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反思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气氛非常浓烈，右转即将开始有担心了。那么世界格局如果说进一步的调整，我们应该会看到，除了人烟稀少的几个州以外，我们熟知的经常被提及的其实只有亚洲、美洲和欧洲，或者说欧亚大陆是连在一块的。那么欧洲正在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仅仅一个疫情呢？其实还有很多，譬如难民问题，因为难民涌入欧洲带来的文化冲突问题。那这些问题原先的这个世界是不太愿意关注的。所谓的白左政治正确，他不让你说。甚至在德国，他的审查可以跟
中国内地媲美，只要你涉及到政治正确，都是违法的。英国和法国比它也好不了多少。那么一些小国呢，穆斯林的出生率远远高于原住民。那可以预想到15年以后，再有恐怖分子，他们就不需要去占领军火库了，去盗窃核武器或者是生化武器了，因为他们即将成为当权者，他们有权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来使用它。有关这一切，这个世界关心吗？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涉及的有许多都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共军可以与他们相行，或者叫携手并行，直到最后因为利益之争。这就明显的你可以感觉到一点，为什么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东许多跟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关系的国家，甚至中国的最大的石油供应商是沙特，它也是穆斯林国家，为什么对新疆发生的事儿避而不谈呢？因为他们现在有利益上的共同点。那么美国呢？美国也不太关心，美国本国的穆斯林问题并不突出。那么欧洲如果真的出现了大的人道危机，是吧？核泄漏核爆炸，核武器库被占领被摧毁，欧洲陷入核灾难，对美国能有什么影响呢？美国会获得来自欧洲源源不断的富裕的人群，是不是？因为穷人走不了，他会面临跟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处境，贫贱不能移。有人会告诉你，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热爱我的土地，我要属于我的自由。是，你不管他说什么，他来不了，他离不开，他没有足够的钱财，没有足够的勇气，让他走出欧洲，来打造一片新的天地。不是每个人都能离开自己的家乡，白手起家重新做一番事业的。所以来自欧洲的移民主要集中在富裕阶层和勇于冒险敢于创新的这些人，哪怕他不是青年。你要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出名的企业家都是到晚年60岁以后才创业的。对待人生主要是心态，而不是年龄。所以美国将收获一大批成熟的、有创新经验、有勇气的欧洲人，这些人将大大的加强美国本土保守派的比例。所以美国对正在欧洲发生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关心。那么美国需要干活的，是吧？我们知道21世纪了，大家需要的是有创新精神的人，或者说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有实干家才能的这些企业家，当然还需要更多的工人。美国在高新科技方面80年代出现了一次突破，那次突破是因为美国的青年受教育的程度高，但因为出生率的问题，美国不太容易再进行一次本土的质的飞跃。
这需要更多的外来劳工。现在看起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正在投奔这块热土。说到底一句话，他们是来干活的。美国人正在殷切地期待整个世界涌向美国的这些人群。他需要有经验的人，有一定财力的人，勇于创新的人，具体干活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整个世界格局的调整是围绕着美国而动的，无论你愿不愿意，这就是一个事实。许多人认为好像现在的世界格局是因为中共要挑战全世界现行的规则以及国际框架这个底线，他要调整它，他要勇于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这一切都不重要，这只在中国内地重要，在宣传需要它的时候把它刻意的放大了。真的调整是在美洲，因为美洲牵动全世界。这个调整是原先的强者，整个现行国际规则的领导者，美国开始的。他开始的是微调，因为这次疫情被加速了。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人道灾难，虽然他不愿意看见，但是他不会尽全力去扑灭它，因为他是最终的获益方。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我相信解读目前的国际疑难杂症就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因为你不要忽略了一点，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有更多的生存机会。他们在任何一个方向轻轻地拖一把，推你一把，对改变整个世界起到的作用非常大，远比你想象中要大很多。而且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只要国家还存在，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国家利益。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政客，当他在野的时候，他会发出很多嘹亮的声音；当他执政的时候，他一定是要保护本国的利益。不要去质疑什么，因为你的质疑不仅是漫无缥缈的，而且是没有人愿意关心的。总有一些朋友说，世界格局正在调整，是吧？大概的脉络是什么？我这两个视频算是一个回答，非常残忍，是吧？其实我知道太多的人根本就不愿意听到。好了，谢谢大家，再见。